对接贝拉生长快，但要把主干蓄养成过渡自然的身段，需要对它的属性了解和充足的时间。找了2盆对接贝拉，比较一下主干成型过程中的得与失。主干成型强调过渡，主要是呈现出一个从下往上、由粗到细自然流畅的变化。这种审美观是通过对树及自然景色的观察，提升并应用到盆景的创作中。通俗点讲，做盆景好不好看，枝干自然流畅的过渡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一盆主干基本形成，效果怎么样？先来挑一下它的毛病。看看这些过渡点，拐点出枝，这是对接贝拉主干在蓄养中最容易产生失误的地方。对接贝拉是结生芽树种，节点的养分集中，在生长中最容易产生膨大变形，这是对接贝拉与大多数树种明显不同之处。尤其是在主干的拐点，尽量的不要出枝。控养不好，像这样，枝干形成平行，分不出主次，节点膨大会变得十分难看。先从这里锯掉口，把这个枝条去掉，但上下空间无枝条密布，估计像这种情况还不止这个桩。把它改一下，改的效果怎么样都可以作为一种借鉴。改这样的出枝，原则上是保留主干的完整性。用刀慢慢的把干切开，这把刀今天磨了一下。切的时候用力要适度，切的深度能使枝条分离弯曲就可以。把节点膨大的部分剪掉，形成干涸出枝的基本轮廓。下端用胶带包好。缠上布条，用铝线将开口的地方扎紧。铝线绑扎的地方就是出枝的弯曲点，这样防止枝条弯曲时裂口加深。把这个节点清理干净。接下来是最为关键的一步，用胶带把枝条包好，缠上布条。用钳子轻轻的夹住，来回摇动，把皮层拉松。拉松皮层的操作很重要，可以基本保证在不伤皮层的同时达到拉弯的目的。这种操作几乎在盆景的整形过程中都会用到。把皮层拉松之后就可以进行拉弯。拉弯的目标是这2个点不在一个水平上，形成高差。固定的铝线稍微留长一点。拉弯盘扎一次性做到位，增加铝线的力度，进一步调整出枝的角度。这样就基本调整好了。这个出枝点看上去是不是好了一点？抹上愈合剂，像这种接口。愈合后能形成一个整体才算成功。其实像这种改动是比较被动的，当初在主干蓄养中不选择在拐点出枝，早点对枝条移位控养，或者早点进行补枝，是不用这么费劲的去改动它。即便是把它改过来，也没有自然形成的好。想过把它剪掉，但上下空间无枝条密布，把主干从这个地方锯口拉弯，凹面的皮层容易断裂。而且拉弯的角度大，主干向前倾斜，整个造型也得改变。我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树形不可改，只是以此为例，说明一个道理：不要被动的去改，在主干的蓄养过程中，不要留下积累而产生遗憾。这个出枝的方向改变，上端也要做相应的调整。确定好拉弯点，像这种有点韧性的干，开口不要太深。把这个枝干拉弯，上端的出枝角度就会随之改变，使上下出枝协调。是否能形成愈合，关键是开口点的吻合。
把这些接口都用锡箔纸密封好。出枝改变，整个树桩的重心也要进行调整，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去掉一半的土，剪掉过长的根，加上培养土，重新把它种好。对枝条做一个简单的修剪，剪掉强势枝，对一些正在蓄养的枝尽量的把它保留。像这种对接板了，对主干改的重点是形成流畅的过渡。除了像上面那样改变出枝点的方向，也可以直截了当的剪掉对主干产生影响的枝条。但剪掉枝条是已经确定好的造型会发生改变。像下端的这些枝条都可以剪掉，只是对它的造型不再按风吹式进行培育，而改做成小高干。相比之下，这一盆的主干过渡就好多了，出枝及枝条与主干的比例比较协调，从这里形成的副干与主干遥相呼应。主干从粗到细往上曲折变化，像这些拐点没有选择出枝是形成自然流畅的关键。在对接本拉主干的成型过程中，一定要对这些枝条进行控养。枝条增粗过快，与主干比例不协调，同时也会使节点膨大变形，影响主干的过渡。在对接本拉成型过程中，比较好的表现手法是1寸上弯，把直接尖的干拉弯，通过续剪改变枝干直立而缺少变化的外部特征。玩好对接百拉不难，关键还在于了解它的生长习性。对这种生长快的树种，控养是重点，以柔克刚，同样可以进行各类造型。像这个枝改变它的生长方向，做成回头枝，就形成了比较有动感的造型。